这不只是一座雪山，这里是稻城亚丁，无数人心中最后的香格里拉。但真正的香格里拉仅仅如此吗？要知道，人间净土从不是与生俱来的。要造就如此令人过目不忘的雪山，过目不忘的海子，过目不忘的草甸、森林、花海，到底要经历什么？答案无他，唯有地裂山崩，而这才是香格里拉的真相。欢迎来到星球研究所新山海经系列。听说我们的老朋友松赞旅行和路虎卫视开辟了一条新线路，能够从云南香格里拉直接进入稻城亚丁。所以这一次，我们就会沿着这条线路带你去看一看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未曾见过的香格里拉的真相。你体会过被众神包围的感觉吗？这就是稻城亚丁大名鼎鼎的3座神山：夏诺多吉、仙乃日以及最高峰央迈勇。3座6000米级的高大雪山各自镇守一方，成为稻城亚丁最震撼人心的所在。但仅仅这样看还不够。当我们把镜头推近一点，再近一点，看到了吗？这些清晰可见的纹理就是组成大山身躯的岩层。不过它们并不是水平的，而是两边向上弯曲，就像是这个样子，像是被掰弯了一样。更夸张的是旁边的夏诺多吉，它的岩层直接被折成了近乎垂直的状态，刺向天空。你还能想到更夸张的吗？这是大多数人都见过的央迈勇，几乎完美无瑕。但如果你转到它的背面，就会发现，它原本水平的岩层已全然被摧毁，变得极度弯曲，彻底交叠。这不禁让人疑惑：是什么力量足以让地层倒反天罡？那必然只有这颗星球上最强大的洪荒之力。它抬起了青藏高原，褶皱出了横断山脉，也让围陷在坚硬地块之间的亚丁地区只能在纵向空间中寻找出路，直到岩层被硬生生抬起，蜷曲成海拔6000米的高山。此后千万年从不言语，只是俯瞰着芸芸众生。或许在先民们眼中，抬头仰望这些雪山，就仿佛是与神相见的时刻。于是他们用3位菩萨的名字呼唤他们，把他们视为智慧、慈悲和勇气的象征。或许在他们心中，也只有如此雪山能以神佛为名，可与日月同辉。然而，一众高山的升起，也让这片土地成为人类难以抵达的秘境。时至今日，想开车抵达亚丁，也有且仅有2个选择。那么，在近1个世纪的时间里，无数人不惜跨越千山万水来到这里，仅仅是因为足够惊艳的雪山吗？当然不是。是一个个海子，让高冷的雪山有了另一种模样。而想要塑造它们，就必须另一种足以裂山移石的力量。看到那条冰川了吗？如果我们一键隐藏它，会发现整个山体都形成了一个凹陷，称作冰斗。如果有朝一日冰川融化，填满这个冰斗，
也就诞生了新的冰斗湖。而当冰川从不同方向切削山体，山脊便越来越锋利，山峰也越来越尖锐。央迈有流畅的曲线，仙乃日尖锐的棱角，无一不是他们的杰作。又或者，当冰川排山倒海涌入山谷，山谷也改头换面，形成流畅的 U 型曲线。等到了秋天，这些冰川谷又将是另一番模样。没错，看似柔弱的冰雪，经过千万年的压实，成为流动的固体，所到之处，哪怕坚硬如岩石，也要粉身碎骨。这些沉淀在湖底的岩石碎屑，其实就是冰川破坏山体的确凿证据。但同时，这些碎屑能够加强蓝光的散射，所以我们看到的冰川湖往往比其他类型的湖泊蓝得更加纯粹。是的，大地从不修补裂痕，它只会创造出另一种风景。当你飞到高空，就会看到这一个个圆形的冰斗湖，如同天空之镜，镶嵌在雪山之中。而海拔更低的洛绒牛场也曾是冰川的末端，当冰雪消融后，便形成长条状的冰碛湖，再加上其他河流带来越来越多的泥沙，冰碛湖便逐渐淤积，最终长成青葱的草场。就这样，一个个湖泊从上到下记录着古老冰川的足迹，也孕育了从流石滩到针叶林，再到杜鹃花海的万千生灵。而放眼整个沙鲁里山脉，泪珠般的高山湖泊更是数以百计、千计，甚至密密麻麻遍布整个山头。可以想象，是多么一望无际的巨大冰盖，以多么无坚不摧的极寒之力，才造就了如此广阔的温柔天地。但是，仅有神山和圣湖同样不够，要塑造出真正的香格里拉，还差最后一重力量。欢迎回家，这是嘞。好的，这边请啊。我们现在做的是一种特殊的木碗，因为比较不容易损坏，而且非常便于携带，所以在过去啊，每一个藏族人一生中都会有这样一只属于自己的木碗。而我们所在的奔子栏处于干热河谷之中，非常利于木材的干燥，是最优质的木碗产地之一。好啦，这就是只属于我的木碗了。现在啊，我要带着它去做一件大事。这个是纳西族的丽江粑粑，好吃。这个是藏族的牛肉干，好辣，好甜，好弹，好嫩。而这样往来繁荣的景象，早已在这里延续了1000余年。是的，真正的香格里拉还是20多个民族、1000多万人口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家园。人们在峡谷中建起村寨，又沿着峡谷开辟通道，形成一条条民族交融的走廊，直到村寨、走廊统统串联起来，成为一条连接云南、四川、西藏等地家喻户晓的运输大动脉——茶马古道。可以说，没有这些纵贯南北的峡谷，就没有这些往来交流的通道，也没有这些隐秘的家园和他们孕育出的多彩文化。但是你想啊，又是怎样的力量才能创造出这样动辄几千米深的超级峡谷？接下来，欢迎近距离感受来自江河的力量。在虎跳峡，短短13公里的水平距离内，
河道落差达到了近3600米。这不仅让干流的滔滔江水以极高的势能排山倒海而下，更带动了一众支流纷纷加速下切，越切越深，2000米、3000米，直到逼近4000米。更何况，放眼更加广大的区域，不只有一条金沙江，而是6条大江和它们所有的支流一起下切，如同在整个地表上刀劈斧凿，直到形成世界上最密集的高山峡谷群，形成不同民族交融的通道和共生的家园。从此，神山、圣湖、万千生灵、古老文明，都在这同一片土地上、同一片苍穹下生长。而这片覆盖西藏、四川、云南总计近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被人们称作大香格里拉。它经历了最极致的洪荒之力，才有了一座座世外神山；它又经历了最极致的极寒之力，才有了一片片云顶千湖；它还经历了最极致的江河之力，才有了一条条超级峡谷和一座座隐秘家园。至此，艺术已成。而当你历尽艰辛来到这里，看到这一切，就会发现人间净土从不是与生俱来的，唯有经历千锤百炼，才能看到最后的风景。香格里拉如是，你我亦如是。这就是本期《星山海经》的全部内容啦。如果你也喜欢的话，欢迎给我们一键3连加关注。这一次呢，我们和老朋友松赞旅行和路虎卫视一起穿越了这条全新的松赞香格里拉环线，为你呈现了这期纪录片。欢迎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亲自踏上这片土地，解锁你心中的香格里拉。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和路虎卫视一起参与到高山珍稀动物的保护工作中，因为我们都在这同一片天空下生息与共。那么下期再见，拜拜。